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，主要的呢是讲给这些吃不胖的人听的。我在出来分享健康饮食的这些年里面，很多次被咨询我如何增肥。各位，你们要晓得，我是一个努力再努力想办法减肥的人啊。我一生里面减过2次100斤的。每一次有人问我如何增肥的时候，我脑子里面就在想说，肥这种东西还要学吗？这肥不是就是天生的吗？我遇到很多这样的人啊，你们大家听听看，你是不是？我们就说他的表面现象。这群人呢，第一，天生瘦小，他就是长不胖，他无论怎么吃，他都胖不了。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。他的第二个特点呢，是他身上的肉啊不多，但是呢，他身上的肉摸起来都软软的。软软的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身上没有什么肌肉的。有肌肉的肉摸起来很硬的，有弹性的，意思是说他身上有少数的肉，可是这些肉呢，基本上就是肥肉，是脂肪。第三，骨骼特别小，骨架子特别小。你看他瘦小的，你去看他肩膀也比较窄。这群人往往骨密度比较低。这一群人还有什么现象呢？很难长肌肉，还有呢，容易营养不良，还有呢，胃口都不好。从表面上来看，这一群人的共同特征呢都很接近。有一部分人会拿他们的化验报告来请我帮他们看他们的血脂啦，看他们的血糖啦。所以我接触到他们的数据呢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啊。后来我给这个群体起了一个名字，叫他们叫做 A 型的代谢特征的人，是我自己起的，不然的话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归类了啊。那 A 型代谢特征的人，他们惊人相似之处有哪些呢？第一，他们的空腹胰岛素都比较低，大概只有2左右，2、3、4，他们的空腹胰岛素都偏低。这个完全符合我们对胰岛素跟身体代谢的认知的科学，完全符合的哈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些惊人的这个代谢特征呢，大多数他们在没有出现代谢健康问题之前，他们的甘油三酯都非常低。就是一般人，你看你的验血报告，那甘油三酯正常标准是1.7以下叫正常啊。那2点几、3点几的大有人在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群体啊，他的化验报告拿来一看，甘油三酯0.6以下的、0.5以下的、0.4以下的大有人在啊。他们的甘油三酯非常的低，这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啊。他们的高密度脂蛋白都非常的高。你不断的看这些数据的时候，我知道我自己分类啊分对了，我分出了一个很特殊的群体，所以我叫这个群体叫做 A 型代谢特征的人。A 型代谢特征的人跟精瘦的那种人不一样。精瘦的那种人说他永远吃不胖，那是因为他身体里面没有果糖激酶，所以他可以随便吃高糖饮食。A 型代谢特征的人身上的肉不是精瘦，是肥瘦，他身上的肉全部是脂肪的，他精神状态不好的，他营养不良的，他头发不亮，皮肤没有弹性。这一切的一切跟什么东西有关？这一切的一切跟胰岛素有关。让我来解释给你们听啊。你想长胖，你吃下去的热量要能够转变成脂肪，存在你的脂肪细胞里面，需要胰岛素的帮忙。如果你的胰岛素太少了，你身体合成不了脂肪。如果你胰岛素少，你长不胖。为什么你身上的肌肉非常的少？我们吃下去的蛋白质转变成了氨基酸，要进到我们的肌肉细胞里面去，肌肉细胞才能够得到原材料，才能长肌肉的。这个氨基酸进到肌肉细胞里面去，需要胰岛素的帮助。胰岛素太低了，氨基酸进不到你的肌肉细胞里面去。这一切的一切都跟胰岛素有关。为什么你们的甘油三酯特别低？因为你的胰岛素低啊。胰岛素低的人身体燃烧脂肪的效率高啊。身体燃烧脂肪效率高的人的特征是甘油三酯低，高密度脂蛋白高啊。你看了这些数据，你在看了很多的人以后，至少我自己非常确信的，这个人群是存在的，而且量很大，人数非常多。我最近在不同的场合给朋友们上了一堂课，叫做 A 型人的生存之道啊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对 A 型特征的人了解的越多啊，我越心疼呢。当我在分这个代谢特征的时候，当然分出来不止 A 型的，也有 B 型的，也有 C 型的。我就是属于 C 型的。C 型的人就是胰岛素特别高的人啊。B 型的人就是胰岛素在中间，所以在这个社会上 B 型的人是最多的，人数最多的。你们知道吗？ C 型的人很容易受人关注，胖嘛，你胖了，每一个人就说，哎，你看你小心啊，不健康。所以 C 型的人很容易受关注。B 型的人是最受关注的，无论从流行病学、从研究科学的角度来讲， B 型是最大的群体。所以你今天几乎所有医疗的标准啊、数据的标准啊，不知不觉的，其实它是为 B 型的人打造的模型，是很合逻辑的。A 型的人没有的。A 型的人呢，是真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彻底没有被发现的一个群体啊。
你们没有被发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的验血报告，尤其是拿你的血脂报告来看，漂亮的很。你的甘油三酯、你的高密度脂蛋白是绝对的优等生。看了这个血脂报告以后，没有任何人怀疑你会有代谢健康的问题啊。当 B 型的人跟 C 型的人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，它的特征很明显、很清楚的，你的空腹血糖升高了，你的空腹胰岛素也升高了，可是你 A 型的人胰岛素天生就比较低啊，所以你所有的数据在你身上体现出来的跟 B 型的人跟 C 型人都不一样。但是 A 型的人很惨的，你如果说想要让身体多长一点肉出来，不管是肥肉还是肌肉，你都需要胰岛素的帮助。所以理论上来说，吃高糖饮食对你比较有利，因为你吃了高糖饮食以后，你身上就会制造胰岛素嘛。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在如果你按照这条路去走的话，你可能很年轻就变成2型糖尿病了，因为你的胰腺制造胰岛素的能力有限，你吃高糖饮食的结果就是你的胰腺不停的超负荷的制造胰岛素。所以往往你们看在这个社会上2型糖尿病有一种类型的，我们叫它叫做瘦糖，它不是从胖了以后暴瘦的，是天生的瘦子，很年轻就变成糖尿病了。在我这个年龄，我是1957年生的，跟我同年龄层的瘦糖啊，大约30岁到40岁之间就确诊，很年轻的。现在80后、90后的更年轻，瘦人呢变成糖尿病的年纪更早发现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这个年代高糖饮食比那个年代更厉害啊！那个年代的高糖饮食仅仅是碳水、葡萄糖吃得多，现在还有各种添加糖啊，所以遇到的挑战不一样啊。所以 A 型的人，如果你让他去吃高糖饮食，是一个有舍有得的结果，得到的是高胰岛素，舍掉的是你的代谢健康啊。在那样的状态下，增加体重显然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，因为最后你会生病的，对你不利的。那 A 型代谢特征的人怎么办呢？你需要胰岛素来帮助你吸收营养，让你的身体能够变得健康啊。你胰岛素低到连吸收营养都有困难，可是你又不能吃高糖食物，你不适合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，你不适合吃添加糖，因为它们太厉害了，而你的胰腺跟不上，连粗粮都不适合，因为粗粮的含糖量太高了。根茎类的碳水化合物比较适合你们吃，少量多次适合你们吃，这是一个大框架。可是在这个框架底下，你怎么知道你吃的对吃的不对，多了呢还是少了呢，够了呢还是不够了呢？ A 型代谢特征的人的饮食是需要微调的。目前因为这个题目比较新，我们遇到的样品数不是太多，但目前我自己开发出来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。我遇到 A 型的朋友们请我帮忙的时候，我就会让他们去带上这个动态血糖仪，看他的动态血糖仪一天24个小时的数据变化、图形变化，可以知道他饮食吃的对还是不对。因为如果说他饮食吃的不对的话，他的图形啊经常会出现山峰啊，我们尽量的避免它出现山峰，因为每一次出现山峰，它的胰腺就需要制造比较多的胰岛素，因为爬山爬上去了就需要胰岛素把这个山爬下来啊。所以如果说 A 型代谢特征的人经常出现山峰的，显然对他不利，他的胰腺就需要超负荷的工作。所以带上动态血糖仪以后，我们看他的图形可以指导他，教他，他自己就会去控制。你看你吃了快速的碳水，你看山峰出现了，明天你把饮食调整一下，图形马上就变了。那么大多数的 A 型代谢特征的朋友刚刚开始调整饮食，调整对了的时候，从大的角度来讲会是一个波浪型的，可是呢它在波浪型的过程当中呢是锯齿形的波浪。锯齿形的波浪呢代表它的代谢弹性不是很好，代谢灵活度不是很好。我什么意思呢？他身体在燃烧葡萄糖、燃烧脂肪，燃烧葡萄糖人 A 型的人燃烧脂肪很容易啊，因为他胰岛素低嘛，所以他代谢灵活度不低的情况下，他身体依然是在依赖葡萄糖提供能量的。所以呢，升糖、降糖、升糖、降糖、升糖、降糖、升糖，它在一个小范围里面是很健康的，是很好的。但是我们如果要帮他调整到比较完美的状态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调整他的饮食，因为 A 型代谢特征的人需要长体重，需要大量的热量，你们的身体消耗热量比任何人都高，不是因为你运动量大，胰岛素越低的人身体消耗能量越多，否则的话你为什么你吃再多都长不胖？什么意思？去哪了？被你的身体消耗掉了，因为你的身体消耗很多能量。所以在这个前提下，你需要吃很多的热量。那么 A 型的人的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呢？应该吃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食物，因为脂肪的热量密度最高，你吃脂肪你的胃不至于被撑到了。所以呢，我在指导 A 型朋友们饮食的时候，我会让他吃热量的百分比来讲比我们更高百分比的脂肪，然后我会给他们吃根茎类的碳水化合物，然后根据他们24小时动态血糖的图形，渐渐的当他身体开始比较顺利的燃烧脂肪了，锯齿渐渐的就消失了，就变成一个很平滑的一种波浪图形了。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吃对了，他代谢灵活度回来了，
他健康状态改善了，他体重上升了，皮肤变好了，头发变亮了，人变得有精神了，他自己也知道他吃对了，他这么保持下去就可以了。A 型代谢特征这个题目，我再一次的声明，是我自己开发出来的。这里目前没有任何一门科学证实了这个代谢特征的存在，但是呢，有某一些不同的科学研究知道有类似这样特征的人群，但是呢，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人把这些知识、把这些信息组合在一起。目前我所知道的这件事情是我在做，所以各位听到这些内容的朋友们，请你们多多包涵，它的准确度到什么程度还有待时间的考验。但是有很多 A 型的朋友，这一类的信息对他们来说非常有帮助，所以我希望今天的视频也可以给 A 型代谢的朋友们带来一个比较好的饮食建议、饮食方案的方向。谢谢大家。